最新战报，在俄乌两国总统分别视察前线后呢，乌军突然发动奇袭，收复了扎波罗热州的4个定居点。难道说乌军的春季反攻终于要来了吗？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又会是哪里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先来讲一下整体战线啊，在过去的几天里，俄乌双方的战线并没有太大变动。俄军在莱曼、巴赫穆特、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方向保持进攻，但都被乌军击退了。而当前的主要战场巴赫穆特，乌军仍然控制着从巴赫穆特到伊万尼夫斯克的主要路线，他们也牢牢控制着核心城区大约1/3的区域。俄军攻击巴赫穆特已经10个月了，目前为止呢，他们依然每天只能前进30米。而巴赫穆特对乌军可以说是非兵家必争之地，只是利用这里可以很好的消耗俄军。从目前战况来看呢，乌军还能利用这里阻击和大量杀伤俄军一段时间。不过即便双方在巴赫穆特投入了大量的士兵，但总体战线还是趋于平稳的。但和前方战线的整体平稳截然不同的是，乌军的后方确实是暗流涌动。各国的援助从年初开始进一步升级，首先是期待已久的北约坦克和步兵战车陆续到账，豹2和挑战者 M1 主战坦克将会构成乌军新的进攻矛头，还有 AS90 和 M109A6 两种新式自行火炮。近期波兰又给了100辆 KTO 装甲车和100辆 BMP1。综合各方消息，乌军现在新组建编成的打击旅至少有10个，未来只会更多。这些部队将会构成未来反击的基石。而原本让乌军头疼的弹药问题，北约呢也给出了解决方案。反观俄罗斯方向呢，则是另一副场景了。制裁带来的长效影响开始体现，俄军坦克不得不大量装备过时的老旧的观瞄设备，来取代已经因为制裁而无法进口的设备。尽管如此，产量和损失的不成正比，也导致俄军呢不得不将完全过时的 T54、55拉出来送上前线。之前呢，还有俄国网友拍到了卡秋莎火箭炮上前线的图片。以上种种情况，无不显示着世界第2军事大国的军工体系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乌军发起反攻是必然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会怎么反攻？主要目标在哪里？大兵个人认为是坚持之前的看法，认为乌军最有可能并且收益最大的是在扎波罗热到赫尔松方向。而相比于俄军在巴赫穆特的进展速度，乌军呢却悄悄地在扎波罗热打开了局面。社媒用户 Alex 陈在当地时间17号发文表示，乌军胜利解放了扎波罗热东南4个小镇，分别是马尔福波尔、斯捷潘尼夫卡、列舍季利夫西克和梅日里奇。但是由于目前俄乌双方呢都没有透露扎波罗热的具体战况，而且乌克兰方向在不久前要求军方和媒体保持消息沉默，任何人不能透露乌军的部署和行动细节，所以目前呢还不清楚这次行动是否是乌军春季反攻的序曲。不过巧合的是，最近美军的泄密事件中呢也曾标注过乌军在扎波罗热集结了2层重兵。不过这也不排除这次进攻是乌克兰放出的烟雾弹。在2023年1月21号，也就是俄军准备在斯瓦托夫发起春季攻势的前夕，俄军第58集团军部队突然在扎波罗热地段发起了颇具声势的进攻，战斗打了2天，导致乌军一些警戒阵地失守，这让不少人认为俄军的春季攻势即将开始。但在几天后呢，战斗却逐渐沉寂了，乌军无人机甚至拍到了俄军阵地上的橡皮充气坦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俄军意图声东击西、迷惑乌军的手段。俄罗斯人呢是想让乌军指挥官把手里的预备队调往这里，抗击俄军的春季攻势。因此，如果乌克兰也搞这一出，其实并不奇怪。不过呢，就目前乌军的调动情况和俄军的反应来看，扎波罗热大反攻还是有可能的。毕竟该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十分适合援乌的坦克推进。在获得大量的北约坦克之后呢，该地区无疑是最适合打破僵持局面的了。和其他几个公投入俄的州不一样的是，扎波罗热州的首府并不在俄军的控制中。目前俄军大体是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中南部，总计约70%的区域。比较有名的城市呢，包括梅里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扎波罗热战线也包含了顿涅茨克中部战线，
它们都是俄军南部军区部队北上后打出来的新战线。而关于该地区的乌军，最近也流出不少消息。目前呢，集结在扎波罗热一线的乌军已经整合了8万名士兵，比较明确的部队有第1坦克旅一部、第56摩步旅一部、第59摩步旅、第72机步旅、新成立的第68列兵旅、国民卫队第9机动团、第23旅、领土防卫军第102旅、第108旅、第110旅等。当然啊，你别看这里面有这么多部队番号，但其实大都还是在恢复战力或者零散的编制。而那些新建旅、国民卫队以及领土防卫军的部队，相较于正规军呢，又缺乏机动突击部队，因此在反攻的前提下，这些部队更适合乌军的守备作战。不过除了以上部队之外呢，乌克兰还继续向扎波罗热增兵，最近呢又调过来了2个旅，他们分别是46空突和71列兵。配备的重型装备有 M777 榴弹炮和 M109 自行火炮。而对于俄军而言，扎波罗热的意义是向西连接赫尔松，向东连通顿涅茨克，这既使得亚速海成为俄方实控下的内海，同时也使得俄罗斯拥有了一条从本土到赫尔松的陆地通道。相较于克里米亚大桥，这条补给线要更加靠近战区，很容易受到战火影响。因此，如果乌军在扎波罗热发动反攻，那么主要着点就是切断俄军东西连通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线，至少也要将战线前推，使得己方的精确打击炮火能够覆盖到俄军运输线。如果这战术目的能够达成，将有助于赫尔松方向乌军的作战，甚至能逼迫俄军撤回别列科普海峡，形成对克里米亚的进攻态势。不过呢，俄罗斯对于扎波罗热的防守也十分重视。目前呢，驻守在扎波罗热的俄军正在加速修建防御工事。英国国防部在上个月收集并于周3发布的卫星图像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图像呢，显示了俄军在扎波罗热构建的战壕和阵地、成排的龙牙拦河坝以及炮台和其他防御工事。多家外媒指出，俄罗斯现在已经在该区域约120公里的范围完成了3层防御区，其中呢包括第一线的前沿战斗阵地，然后是2个几乎连续的更精心防御的区域，每个区域与前一个防线相隔大约10到20公里。另外，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也修建了类似的防御工事，这些投入不可谓不大。鉴于乌军最终的反攻目标是收复克里米亚，大兵也根据这个目标构思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第一种方式就是打穿沃斯里夫卡至托克马克，俄军全力构筑的2道防御工事，以直接进攻和潜进迂回的方式对梅里托波尔进行攻击。随后呢，将俄军的南部控制区一分为2。如果此举成功，将会成功收复梅里托波尔，歼灭俄军南部集群大批的有生力量，并且迫使整个赫尔松州和大部分的扎波罗热州的俄军全部撤回克里米亚半岛进行防御。这个打法呢，是从去年乌克兰收复赫尔松之后，军事专家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俄军也认为乌军会从这个方向进行攻击，同时也非常明白这是自己的命门，所以疯狂地构筑工事。迄今为止，已经构筑了2道野战防御线和1道以梅里托波尔为中心的城市防御线，并且还修筑了一条防止乌军进行潜进纵深迂回包抄的防线，将相当一部分新动员的静态防御部队放到了防线里面。后方呢，还有一定数量的机动部队提供支撑，可谓是易守难攻。如果在这里发起反击，大概率会发生一场惨烈的硬仗。而对于乌克兰而言，将较大的装备和人员损失在这里还是不太合适的。除此之外呢，乌军也可以将目标从马里乌波尔换成比尔江斯克，但是问题是，一旦突破之后呢，会非常容易遭到来自2个方向的俄军侧击，并且主要突破位置仍然处于俄军的2道主力防御带攻势构筑范围之内，需要承受不小的风险。除了以上这些之外，乌军还可以从俄军损兵折将的武勒达尔出发，进攻沃尔诺瓦哈，最后的目标是马里乌波尔。在这个进攻方向，俄军的工事建筑相对较少，无法应对可能的纵深突破，而且在前一段时间，乌军成功在武勒达尔和马林卡实施了成功的反击，迫使俄军大幅后退，其中在武勒达尔附近的俄军是后撤了10公里。
再加上此前的大败，使得这个方向的俄军从装备质量到部队的人员质量上均不如俄军重点布防的托克马克至梅里托波尔方向，而且人数相对较少。如果乌军对该地发起大规模进攻，或许还有可能再现伊久姆那样的战绩。而从武勒达尔攻击马里托波尔的总直线距离大约只有70公里，攻击距离不算非常远，到沃尔诺瓦哈更近，只有大概30公里不到。在开战前第一时间，乌军可以使用中短程弹道导弹覆盖俄军在扎波罗热的后勤补给路线。前面咱们也说了，现在俄乌双方还处于僵持阶段，推进起来比较困难，而且乌克兰推进所需的先进坦克战车还未完全到达，所以乌克兰需要全面精准攻击扎波罗热整个防区内的重要节点和补给线，然后乌克兰再开始针对性的进攻。同时呢，乌克兰在这方面具有越来越多的优势，在北约协助下，乌克兰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中短程导弹了。之前俄罗斯方面就报道称，乌克兰已经开始使用最大射程为300到500公里的 HIM-2 导弹系统，能够打到克里米亚大桥和莫斯科，是一款很好的反攻武器。至于反攻时间呢，目前还无法确定。不过从此前美军的泄密文件中可以发现，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帮助乌克兰积极备战。其中的一份文件详细说明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帮助下为春季攻势做的准备。文件显示，乌方正在组建12个旅的作战部队，其中9个旅由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提供训练和补给。这9个旅中呢，6个旅计划在3月31号前就位，其余3个旅计划在4月30号前完成战备。这9个旅总计需要250余辆坦克和350余辆装甲车。但是由于文件上标注乌军原定的时间是在4月30号，随着文件曝光，乌克兰呢肯定不会按点走了，因此不排除春季大反攻变成夏季大反攻的可能。毕竟美国的情报还透露出乌军方面的人员和装备真正到位的时间还要等到5月后。但即便如此，乌军仍夜以继日地为可能发动的攻势做准备。大家认为乌军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大反攻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